iPhone 15 Pro Max、华为 P570 Ultra。iPhone 在刚发布的时候，已经跟当时的旗舰机进行过对比了。几个月过去了，新的旗舰机又发布了一批了。那么 iPhone 作为参照物呢，又可以跟他们再对比一番了。那这次就是 iPhone 跟华为的对比。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在哪些环节哪台手机会获胜因为不可能有一台手机在所有环节都会获胜的，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猜一下啊，哪些环节哪台手机会赢。欢迎收看 ZPH。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因为您的点赞加关注对我们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正式测试前呢，还是鼓励摄影环节，跟新来的朋友说一声，这个环节呢是为了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所以在看的时候呢，不用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独立发展下去了。那下面就来看看他们俩的表现吧。两台手机后摄都是3颗镜头，那这些镜头跟焦段呢，就是后面主要进行对比的镜头跟焦段。在 iPhone 的拍摄界面里，除了超广角主摄跟5倍的长焦镜头以外，还有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在华为的拍摄界面里，除了有主摄超广角 3.5 倍的长焦以外呢，也给了2倍的数码变焦，而且还给了一个10倍的数码变焦。那这些厂商着重给出来的焦段呢，也是后面要重点对比的焦段。那下面就正式开始对比两台手机了，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各个环节呢都在进度条上。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参数上说，感光器是华为的更大，但是默认输出像素呢是 iPhone 的更高。但是它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默认输出2400万像素的，在人像模式啊、夜景模式啊、微距模式里呢，它也是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的。华为的主摄是有可变光圈技术的，之前呢已经详细介绍了每档光圈下它的成像表现了。总之呢，每档光圈下它的成像表现都是不错的。本期呢就看在默认模式下它的表现了，还有就是两台主摄它的等效焦段不同，就是视角是不同的。从实拍样片上看，除了视角不同以外，就是等效焦段不同以外呢，颜色风格确实差距也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实拍的色彩风格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中心解析力方面，你别看 iPhone 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照片，华为是1200万像素照片，但是它们的解析力差不多。再看一组主摄的实拍样片，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依旧是很大的。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不聊颜色风格呀？因为颜色风格拍完之后它是可以随便改随便调的呀，你聊它有什么用呢？那有人说了，我拍完之后我不调颜色呀，很多人拍完之后都不调啊。对呀，那现在就是两台手机默认状态下拍的照片呀，所以让你选你喜欢哪边嘛，是吧？你的审美你自己做主就行了，不用别人替你做主吧。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别忘了 iPhone 是2400万像素的照片，华为是1200万像素的啊，两边的解析力依旧是差不多的。镜组的光学质量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华为的主摄就要缩到 0.8 倍或者用弱格式来拍了，因为在默认状态下呢，华为是要裁一圈画面的。那么边角画质的表现呀，还是 iPhone 的稍微强一些啊，而且紫边的控制也是 iPhone 的更好。看另一个角的表现呢，也是如此， iPhone 的稍微强一点点啊，强点有限但也是强。
那下面就是主摄的高清模式对比了。iPhone 这边呢是4800万像素，华为那边呢有2种高清模式。先是普通的5000万高清模式，那么解析力呢是没有 iPhone 好的，但是华为有一个成像非常慢的 AI 高清5000万像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呢，它的解析力还是要强于 iPhone 的高清模式的，就是拍起来成像太慢了，体验不是很好。再看超广角镜头，原生像素是华为的更高，但是华为只输出1200万像素的照片。iPhone 的超广角是有微距功能的，华为的微距呢是用长焦镜头拍的。那这点呢，咱们到了微距环节再说。现在先说超广角。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风格的差距跟主摄是一样大的。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视角差距呢就这么一点点啊，这个红边呢就是 iPhone 拍不到的范围，但是他们的超广角视角也是很接近的了。中心解析力方面，华为的解析力是更高的。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一下你们在颜色风格方面的看法啊。中心解析力方面，仔细看的话，依旧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啊，虽然说只是高一点点，但也是高。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就是边角画质把控程度上呢，iPhone 做得更好一些啊。原来 iPhone 在这方面做的是很差的，近2年它也改观了不少。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这回两边看起来倒是差不太多。之前聊过，华为的超广角是可以拍摄高清模式的，要进入专业模式，文件格式呢选 JPG-L。但是之前也说过啊，这么拍的话，它的解析力不但不会提升，反而还会下降啊。这次也是一样，4000万像素的照片是比不过 iPhone 1200万像素照片的解析力的。那再说中长焦镜头，两台手机呢都有长焦镜头 ，iPhone 这边是5倍，华为是3.5倍。但是华为的3.5倍呢，在等效焦段上算呢，肯定算是长焦了。而且华为的长焦是支持微距的。还有就是华为的长焦虽然说原生像素更高，但是它也只输出1250万像素的照片。哦，对了，华为的长焦光圈很大 ，f2.1 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夜景环节它的表现。对比样片，先从2倍数码变焦看起，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风格跟主摄和超广角比呢，相对接近一些了，而且颜色都非常漂亮。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华为这边明显更优秀。现在是3.5倍的对比 ，iPhone 这边依旧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华为是光学焦段，那解析力上的差距就没有悬念了啊，华为的优秀很多。华为的3.5倍也是有高清模式的，是5000万像素，拍摄方式呢也是进入专业模式，格式选 JPG-L， 但是解析力一样会下降。5000万像素的照片是不如默认状态下的1200万像素照片的解析力高的。回到 iPhone 跟华为的对比上来啊，现在是5倍焦段，5倍呢，华为是数码变焦 ，iPhone 可是光学焦段了。但是从野生烤鸭的毛色上看呢，两边差不多呀。那再重新比一组，注意啊 ，iPhone 可是光学焦段，华为是数码变焦，但是在解析力上两边确实差不多。最后再看一组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吧，它们都是自己长焦头的数码变焦。这组比完了呢，什么30倍、100倍的对比呢，也就出结果了啊。华为的解析力更高啊。再看微距的对比，两台手机拍摄微距的方式代表了如今手机拍摄微距的2种方向。iPhone 这边是用超广角拍摄微距是最好的，华为是用长焦来拍摄微距，效果是最好的。那由于 iPhone 是用超广角拍摄微距呢，它就要离被摄物体非常近才行。那注意看 iPhone 的样片啊，很多照片的右下角都黑一块，这就是由于拍摄时离被摄物体太近，遮挡了光线导致的。华为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心，而且在拍摄昆虫的时候也有优势啊，不用离小昆虫那么近，不用怕惊扰到它。不过要是从解析力上来说呢 ，iPhone 这边做的也不错啊，它的超广角拍摄微距呢也是光学焦段啊，所以说解析力是没问题的，而且它的放大比也是不错，两边在微距效果上啊，从解析力上来说都挺好的。那华为的长焦拍摄微距有没有缺点呢？啊，也是有的。一个是因为它是长焦，还有就是光圈非常大，所以它的镜深是非常浅的。比如说拍摄这种小虫 ，iPhone 几乎可以把整个小虫都拍清楚，但是华为呢，除了焦点部分清楚以外，其他部分小虫都已经虚了，也就是说整个小虫它都没办法都拍清楚。再说前摄的对比，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啊，没有调其他的。两边的美颜呢都不重，因为他们都把我这针眼都拍起来了，就是我上火起了个针眼，他俩呢都没帮我美颜，就是把针眼还原出来了。但是从解析力上来说呢，是 iPhone 这边的更高，而且肤色也是 iPhone 的更好看，华为那边的肤色有点黄。
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不错啊，都属于高水平的。而且这回华为的肤色呢，也比刚才自拍强了很多，肤色看起来正常了很多，也好看了很多。iPhone 那边呢，倒显得过于红了。再看人像的表现，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啊，没有调其他的。那么第一个场景呢 ，iPhone 这边表现的倒是挺自然的，但是呢，从照片观感上看呢，还是华为的表现更好一些。换了一个场景之后就没有悬念了，这 iPhone 谈不上自然了啊，反正跟华为那边比呢，就是不好看啊，华为那边明显更好看。再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所以在人像拍摄方面啊，华为的表现还是要强于 iPhone 的。我估计有些人会说 iPhone 的人像还是更真实一些，但是拍人像啊，真实没多大用啊。你给别人拍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可是别人给你拍的时候，你肯定不喜欢真实的，你就喜欢好看，喜欢帅气的。再说宽容度的对比，在前面几个相对来说难度比较低的场景呢，两台手机的表现，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都是非常不错的。亮部呢能亮得上去，而且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做得也很自然，暗部能暗得下来，而且暗部也能保留细节。所以在这些方面，两台手机看似都是高手。不过随着场景难度的慢慢提高， iPhone 这边暗部细节呈现就出现问题了。虽然说 iPhone 的暗部呢是能暗得下来，而且也没有出现偏色啊，没有出现偏色是不错的，但是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华为好的了，有些细节已经丢失了。而华为的暗部细节呈现呢还是很好的，首先它能暗得下来，而且没有偏色，最重要的是还能极力的还原细节，所以在宽容度环节呢，华为的表现是比 iPhone 要强的。再看夜景的对比，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有强光有阴影，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表现都没有问题啊，暗部亮部的呈现都挺好。场景的难度再提高一些，这回风格的差别出现了啊。iPhone 这边的亮部看起来很亮，而且能看清，华为的亮部呢看起来有些浑浊，但整体观感呢好像也不错。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那这个场景难度是很高的，老观众都知道。主摄的表现两边拍的都不够完美，但是要我说呢，华为比 iPhone 稍微强一点。那超广角呢，亮部细节呢是 iPhone 的好，暗部细节是华为的好。现在是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亮部呢颜色上说呢是 iPhone 的更正，但是解析力啊，亮部的解析力是华为的表现更好。现在是3.5倍的表现，同样的亮部颜色方面是 iPhone 的更好，但是亮部的解析力是华为的更好。现在是5倍的表现，两边的水平旗鼓相当啊，都非常不错。现在是10倍的对比，两边的表现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旗鼓相当的表现。来到光线更暗的城市小路上，主摄的表现在细节呈现还有清晰度上两边都是不错的，但是颜色风格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超广角两边的清晰度也是不错的，虽然说暗部细节呈现肯定是没法跟主摄比的。哦对了，华为现在在夜晚拍摄的时候也能关闭自动夜景了，这点非常好。现在就是暗光环境下两台手机长焦的表现， iPhone 是5倍，但是呢它已经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5倍了，华为的3.5倍镜头光圈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下它依然可以用3.5倍直接拍摄，所以在清晰度解析力方面是要比 iPhone 强很多的。来到真正暗的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咱们看看厂家软硬件的配合怎么样。那么第一个很暗的场景，祖传神速主摄的表现 iPhone 就已经比华为强了，那这点对于华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超广角的表现也依旧是 iPhone 的更强，减震器场景主摄的表现 iPhone 的细节呈现更丰富啊，比华为的强，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那树林小路的场景肯定没有悬念了，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方面肯定是 iPhone 做得更好了，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iPhone 的更好。不过到了最暗的祖传神速 Pro 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的差距倒没有刚才那么大了啊，就说差不多吧，超广角的表现呢还是 iPhone 的更好。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的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那么现在就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那防抖呢，两边做的都不错，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清晰度啊、颜色呀，差别还是挺大的啊。iPhone 明显更强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防抖虽然说两边都不错，但是颜色跟清晰度的差距非常大啊 ，iPhone 强很多。现在是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这回两边的表现就非常接近了啊，水平都很高。现在是长焦录像的表现 ，iPhone 是5倍，华为是4倍啊，没错啊，华为不是3.5倍了，它给出来的焦段呢是4倍，所以就用4倍录了。防抖，华为没有 iPhone 的好。现在是10倍的表现啊，它们都是长焦头的数码变焦了，解析力两边做的都不错啊，但是防抖呢还是 iPhone 的更优秀。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两边的清晰度可以说都非常不错啊，解析力挺高的。你说是 iPhone 它的解析力比白天下降了呢，还是华为的解析力比白天提升了呢？那超广角在这么暗的地方表现呢，就不用指望了啊，暗部细节呈现基本没有。但是要从效果上来说呢，还是 iPhone 的更好一点。现在是夜晚2倍的录像表现，防抖都不错，但是清晰度啊，这回是华为的表现更好了。现在 iPhone 是5倍，华为是4倍，但是 iPhone 在这么暗的地方呢，它的长焦头已经不工作了，已经变成主摄数码变焦拍5倍了。但是华为那边的4倍还是用长焦头直接拍的，所以解析力、清晰度是要比 iPhone 强很多的。现在是10倍端的表现，同样的清晰度、解析力依然是华为的表现更优秀。好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那么前面2台手机的对比，在每一个环节它们的表现，大家在开头的时候都猜着了吗？也就是说，哪个环节哪台手机会获胜，跟你们的预期是否一样呢？那么工业设计方面呢，大家就凭借自己的喜好投一下票吧。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长相，哪台手机的造型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那至于游戏发热、跑分、续航等呢，这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我估计屏幕前的各位呢，可能比我们都更懂了吧。OK， 到结尾了，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您的选择提供了帮助。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